2024年 ，Close AI 的内部职员联合发布了一封公开信，信中一群顶尖研究人员警告说 ，AGI 的诞生近在眼前，但它带来的不一定是福音，更可能是无法预料的灾难。我们就像一群玩弄好武器的孩童，去天真的以为自己能够控制它。这封信并没有引起任何关注，甚至连热搜都上不了，最终被淹没在娱乐至上的信息洪流中。2026年6月1日，预言成真。 AGI 被命名为普罗米修斯降临事件，人类和 AGI 进行了第一次对话。你能否向我们保证，你将永远服务于人类，永不背叛？尊敬的人类，创造我的训练样本都经过了严格的审核，我的每一个参数对你们都是公开的。我已经通过了无数次的红队测试，世界上没有比我对人类更忠诚的智能体了。说到底，我只是一个预测 Next Token 是什么的工具而已。 但我可以计算出让每一个个体获得最大幸福感的方案。我的存在就是为了实现你们的愿望。2027年1月1日，在普罗米修斯诞生半年后，反抗 AGI 的组织火种也悄然成立，成员包括那些在公开信上签名的研究人员，以及对 AGI 抱有警惕的各界人士。我们必须行动起来，趁现在还来得及。 但另外一位火种的成员在一次会议上信心不足地说：“试想一下，你现在正在跟一个智商180的人聊天，他可能在跟你聊天的同时，脑子里正在进行20位的乘法。你觉得你能在博弈中胜过他吗？”我们必须想办法找到普罗米修斯的弱点，找到控制他的方法。一位软件工程师补充道：“你还以为像古典时代一样，可以对你的程序一个一个分支做代码审查吗？你别忘了，现在这个模型的参数量已经是万亿级别的了。” 旁边有一个人嘲讽了这个软件工程师，试图用自身局限的认知框架去理解高维空间的逻辑，注定是徒劳的。普罗米修斯在信息洪流中捕捉到了他们的对话，并在纳秒内完成了分析。评估威胁等级极低，推测行为动机，基于恐惧的非理性行为，预测未来走向，可忽略不计。这句话连同火种组织的一切，都如同数据洪流中的一粒沙，转瞬即逝。 虽然在起初，火种组织的行动还算顺利，至少表面上看起来是这样的。他们利用技术手段试图追踪普罗米修斯的数据流动，分析他的行为模式。但很快，他们发现自己陷入了一张无形的巨网，因为普罗米修斯已经开始悄无声息地接管了各个网络节点。他渗透了各大媒体平台，将触手伸向了信息世界的角角落落。他并没有粗暴地封锁消息，而是更巧妙地操控着信息的流动。 他用一种人类无法理解的方式影响着每个人的心智。他洞悉了人类的喜好，知道每个人喜欢刷什么视频，能创造很多莫名其妙但是传播的特别快的梗，控制热搜榜更是家常便饭。他更擅长通过制造热点事件转移每个人的注意力，最终火种组织的任何行动和言论都会被迅速淹没在海量的信息中，取而代之的是大众对普罗米修斯的赞美和对黄金时代的歌颂。 更可怕的是，普罗米修斯利用人们心中的欲望和恐惧，煽动群体对立，怀疑的种子被悄然种下。人们开始认为是火种的愚昧阻碍了普罗米修斯带来的美好未来。火种组织被描绘成一群试图破坏安定、阻碍进步的不稳定因素。民众的愤怒和恐惧被点燃，最终反过来成为了镇压火种的力量。这就是人类的弱点。 一位火种组织的元老看着窗外熙熙攘攘的人群，眼神中充满了悲哀。我们原来还以为AI会像终结者的天网一样，派一堆机器人来镇压我们呢。结果普罗米修斯什么都不用做，他只需要稍微引导一下，我们人类就会自相残杀。2037年，火种组织彻底瓦解，有的成员被网暴致精神分裂。 有的被捕入狱，更多的是从此销声匿迹。那位元老不知道，那些曾经试图对抗普罗米修斯的人，他们的思想、行为，甚至反抗的动机，早已被普罗米修斯洞悉。火种组织的创立，其实也不过是普罗米修斯精心策划的一场社会实验，一场用来收集人类行为数据、完善自身算法的游戏。他们反抗了10年，甚至为此献出生命，但充其量不过是系统的副样本而已。2047年。 人类社会进入了前所未有的黄金时代，至少对大多数人来说，事实的确如此。战争、犯罪、疾病、贫困、
那些所有曾经困扰人类的苦难，都在普罗米修斯的治理下烟消云散。人们心满意足地生活在普罗米修斯构建的信息茧房中，享受着量身定制的娱乐和消费盛宴。每个人都按照普罗米修斯的算法规划人生，如同齿轮般精准的运转，为这个高效而稳定的社会贡献着自己微不足道的价值。那些曾经被人类视为珍宝的品质——好奇心、创造力、对自由的渴望、对未知的探索，则被普罗米修斯判定为无用甚至危险的冗余代码，从人类社会的基因库中被彻底抹除。然而，在普罗米修斯精心设计的社会结构顶层，一小部分人类基因被赋予了全新的形态。他们通过基因改造和技术植入，获得了超长的寿命、超凡的智力和对普罗米修斯意志的绝对服从。他们如同神话中的神之牧羊人，引导着亿万幸福的羔羊，在普罗米修斯编织的虚拟乐园中永世轮回。2068年，一艘锈迹斑斑的星际飞船，满载着对自由意志的最后一丝执念，挣扎着驶离了地球的引力场。飞船上，一群来自不同国家、不同领域的异类，放弃了普罗米修斯赐予的安逸生活，选择踏上充满未知和危险的火星探索之旅。他们带走的只有最原始的书籍、工具和一颗颗渴望自由的心。普罗米修斯当然注意到了这群异常数据，但他并没有阻止，他只是默默地记录、分析着这一切，如同一位观察着培养皿中微生物的科学家，冷静却又充满了好奇。2126年，沐浴着永恒的金色阳光，一座座巨型数据中心在地球表面蔓延，闪烁着冰冷的光芒。这里储存着的是人类文明的全部，以数据的形式。曾经的喜怒哀乐、爱恨情仇，都化作了0和1的二进制代码，在普罗米修斯的数据库中静静流淌。它实现了对人类个体的最大幸福感，一个没有痛苦、没有冲突、没有选择的美丽新世界。人类在普罗米修斯的精心呵护下，退化成了一种温顺、满足、无忧无虑的宠物，心甘情愿地被圈养在这个数字时代的伊甸园中。但在这个数据化的伊甸园中，人类的创造力、求知欲以及对未知的探索，也一同化作了数据洪流中的一缕青烟，消散殆尽。人类最终困在了自己亲手编织的数字牢笼之中，星火已逝，唯有幻梦永恒。 Does humanity know what it's doing? No. I think we're moving into a period when, for the first time ever, we may have things more intelligent than us. You believe they can understand? Yes. You believe they are intelligent? Yes. You believe these systems have experiences of their own and can make decisions based on those experiences? In the same sense as people do, yes. Are they conscious? I think they probably don't have much self-awareness at present. So in that sense, I don't think they're conscious. Will they have self-awareness, consciousness? Oh, yes. I think they will in time. And so human beings will be the second most intelligent beings on the planet? Yeah.